Hello，大家好啊，我是栗子，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最近一名女子呢，在新加坡和中国的互联网上被频繁的刷屏，她就是最近新加坡医闹的当事人韩非子。当时网上那叫一个骂声一片啊，两边站的人都有。有的人觉得她真的为中国人丢脸，丢人丢到国外了，把中国医闹那套来到新加坡还以为管用。也有人觉得呢，她确实刚来新加坡，孤立无援的，几个小时没看上病，警察还在那边咄咄逼人的逼供。事到如今呢，风波也已经差不多平息了。最后的结果就是当事人认罪，确认是拿着工作准证在干一些不正当的工作。10月25号呢，也被判5周5天，然后罚款600块钱。这期视频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以及我在新加坡的看病经历，还有就是新加坡私立和公立医院的具体差别。首先呢，我是不认同新加坡医院歧视中国人，不准中国人看病的。我自己现在拿的是中国护照，我就在新加坡医院看过病。他们对所有国籍的外国人都是一视同仁的，至少我看到的是这样。他说了几个小时没有看上病，那是确实存在的，因为公立医院看病的人真的贼多，急诊都需要排队，护士就忙得要命。护士呢也会根据病人的具体情况来看是否需要插队进行治疗。他虽然是受了点伤，但是他还是那么精力旺盛的，能跟护士和警察在那边 battle， 据理力争。看上去他的病情确实没有到那种危害到生命的程度啊。公立医院的护士让他等几个小时呢，也是属于正常的现象。我当时不就是锁骨骨折吗？然后去公立医院看病，去的也是急诊，同样也等了几个小时。这边公立医院的急诊呢，会优先把那些看上去已经快要不行了、危害到生命的病人先赶紧安置，其他的那种没有危及到生命的病人，可能就先暂时放在一边了，也就只能等了。毕竟医疗资源有限嘛。而且我想说的是，这个人的素质真的挺低的，口里脏话不断啊。他真的只能代表他自己，也不能代表整个中国都是这样的人哈。回到看病，如果病人不想等也没有关系，方法就是不要去公立医院了，直接去私立医院。私立医院呢什么都好，服务态度也好，就诊速度也快，医生水平也高，唯一的呢就是需要多花钱。那么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来讲一下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具体差别。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以先进的医疗设备和技术以及高素质的医疗专业人员世界闻名。从所有权和管理方面来言，从他们的名字就知道，公立医院是属于政府管理的，也是政府拥有的，主要是由新加坡的卫生局监管，就是他们的那个 Ministry of Health。这些医院提供全面的医疗服务，包括急诊、急救、住院治疗、手术以及专科门诊等等。而私立医院呢，通常是由私人公司或者非营利机构所有的，他们在某些情况下提供更高端的医疗服务，通常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那么第二点，从费用上来说，公立医院通常提供相对于较便宜的医疗服务。当然了，这是对于新加坡本地人而言，因为他们是受政府资助和监管的嘛，费用就比较合理。新加坡人呢可以通过他们的医保计划，就是 MediShield Life 来降低医疗费用。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其实是没有太多差别的，反正都是要自费，所以他们的医疗服务费还是很高的。那么私立医院呢就提供更高端的医疗服务，那么费用更高了，患者可能就需要依赖私人医疗保险或者自费来支付费用。那么第三点，医疗服务方面，公立医院提供广泛的医疗服务，涵盖各种疾病和病症，他们通常是新加坡的主要医疗中心，拥有先进的医疗设备和专科医生。私立医院提供一些高度专业化的医疗服务，通常是以特定的领域或者高端的医疗服务为主，他们就像一个个单独的专科诊所，比如说专门看心血管疾病的啊，或者说专门看妇科疾病的。从排队时间上来看啊，公立医院因为服务范围太广，并且有很多的患者，等待的时间一般是几个小时起步吧。尤其是对于一些没有那么紧急的情况，他们也是可以网上预约的，但是一般是会约到1到2周之后了，2、3周之后了都可能有，甚至更久。私立医院他们通常提供更快的服务，因为他们通常人流量比较小，患者比较少，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会比较贵。从质量和设施方面呢，公立医院由于是政府严格监管和资金支持的嘛，通常提供更加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拥有更现代化的医疗设施。而私立医院呢，他们就提供更豪华的医疗体验，比如说你住进去好像是住在酒店里，那种5星级酒店的感觉。但是医疗质量可能因具体的医院而异了。我个人就分别体验过公立和私立医院，在私立医院里面分了很多个小的诊所，每一个诊所每一个专科呢都是由一个医生开的，一般是或者几个医生开的。如果赶时间的话，私立医院一般1天到半天就能搞定。
我那时候是直接没有预约就去了，排了一下队就到我了，而且他们的服务态度非常的好，整个氛围感觉挺温馨的，然后慢悠悠的。公立医院呢，就像中国的那种大医院。其实我也只是去过长沙的湘雅医院，需要网上预约，不预约呢就只能看急诊排队。里面的氛围比较紧张，大家都来势匆匆的，很赶时间的样子。护士呢，他们也很忙，因为很多病人都需要服务嘛。总之，新加坡的公立医院主要是提供更全面的医疗服务，是国家的主要医疗机构。而私立医院呢，通常提供更高端、更特殊化的服务，但费用比较高。患者们可以通过自己的需求和财务状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医疗场所。哦，对了，除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以外，还有一些坐落在居民区的家庭诊所，那种小诊所，类似于国内的社区医院，提供一般的医疗服务，比如说治疗感冒、发烧、皮肤病、基本的体检和提供一些处方药、配方之类的。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小病小痛的，可以去那种离家近的地方的家庭诊所。患者呢，也可以选择固定的家庭医生来看，并且建立长期的医疗关系。如果家庭医生觉得病情十分的严重，他们也没办法处理的话呢，他们也会写证明给患者，让他们去大医院看。有一次我去那种家庭诊所看病啊，他们现场直接在网上搜资料，告诉我是得了什么病。他们写了证明给患者，去大医院看了之后呢，也会告诉患者具体什么时间去看，也会帮患者预约时间。一般这种小型诊所呢，也分散了一些公立医院的患者流量，让公立医院就没有那么拥挤了。那么我们说到这里，相信大家对新加坡的医疗系统也有了一些了解。我正好呢也借最近的这个韩非子事件来让大家了解一下新加坡的医疗系统。那么大家记得收藏，以便不时之需。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大家有什么关于新加坡的任何问题，也可以私信我，一般我看到都会回的。那么感谢大家观看，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支持我一下哦。那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